这是一座特别的监狱，在男人看来宛如天堂一般。里面除了一名男医生，上至典狱长、狱警、厨师，下至关押的囚犯，全是漂亮的女人。统一穿着短裙制服的他们，因为各种各样的罪行被关进这所女子监狱。因为典狱长最喜欢玩弄犯人，还发明了放蛇咬、进猪笼等残忍手法。犯人们被折磨到半死后，就会被盖上白布，推进焚化炉活活烧死。这残忍的一幕让每个关押的犯人都感到不寒而栗。女人们在这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，除了做免费劳动例外，就是一言不合就干架，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。这个女人叫阿美，2个月前因谋杀罪被送进了这所魔鬼监狱。一头黑长直发的她很少与其他人为伍，清高孤傲的模样，不清楚其底细的姑娘们也不敢轻易招惹她。2个月里，阿美一直在跟外界的男友写信联系，为的就是找机会逃出这所监狱。可就在这天，意外发生了，副狱长从她身上搜出了一封信，只是阿美的脸上看不到丝毫的慌乱，因为信上的内容全是暗语，只有她和男友能看懂。但副狱长还是察觉到不对，开始了残酷的惩罚。白天，副狱长命人将她吊在半空中暴晒，晚上他又把阿美绑在铁床上，狠狠鞭打。阿美全程咬紧牙关，没透露一句话，直到被打到半死，副狱长才将她丢回牢房。除了下铺的金发妹将她扶到床上，其他人都害怕连累自己，显得极为冷漠。小美特别感动，也觉得金发妹是可以信赖之人，便对金发妹说起越狱的计划。金发妹却不赞同她的想法，自己可不敢跟她一样以身犯险。第二天，监狱的后勤菜饭正在和金发妹偷偷缠绵，副狱长突然打开了门，男人赶紧提上裤子溜之大吉。而金发妹这下可就倒霉了，她被副狱长用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，若不是被男医生发现，只是昏迷了，险些被送进焚化炉活活烧死。经历了这些摧残的金发妹终于决定和小美携手越狱。你见过这样的监狱吗？里面除了一名男医生，上至典狱长、狱警、厨师，下至关押的囚犯，全是颜值不低的美女。但这所监狱也是每个女囚犯的噩梦。2人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划。他们观察监狱的设施情况，院墙很高，旁边还有守护，但前门只是一块木门而已，要是用重物应该能直接撞开。不过2人的力量还是太单薄，确定了逃跑路线，他们开始在其他女犯中寻找帮手。这时2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卷发姐。卷发姐是囚犯中的大姐头，有着一呼百应的能力，最快的捷径就是打败卷发姐，成为新的大姐头。这天就在几人干活时，行动力满分的金发妹主动出击，开始挑衅卷发姐，2人顿时扭打在一起。卷发姐挪着小碎步，几套组合拳下来，打得金发妹连连败退，将她打翻在地，眼看就要落败。金发妹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，居然将卷发姐拉入泥坑，直接将其压在身下。几分钟过去，卷发妹终于开始拍地求饶，而金发妹成为新任大姐头。晚上2人将越狱的计划告诉了狱友，不少人决定都加入其中，大家纷纷出谋划策。最终小美和金发妹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故意吵架，想借此引起所有囚犯的暴动，然后等到副狱长出来，挟持他当作人质。不过副狱长这次是拿着枪进来的，他们不敢轻易妄动，最后平息了这场混乱。而他也发现了几人的反常，他把卷发姐叫去问话，几番恐吓下来，害怕的卷发姐把越狱的事情全部说了出去。愤怒的典狱长马上把几人抓起来，开始挨个搜身。好在他们早就做好了防范，根本没有搜出来什么。但副狱长还是随便找了个理由，把他们关进了200度的蒸汽室，剧烈的温度让他们几人开始缺氧脱水。而卷发姐这边也没有闲着，她把铁丝放在小猫的身上，然后小猫顺着通风口走去。小美他们发现了透风口的小猫，然后成功的拿到了卷发姐准备的铁丝。2人将铁丝缠在门上，大声呼喊引来了副狱长，接着趁其不备用铁丝狠狠勒住他的脖子。副狱长被逼无奈打开门放他们出来，几人把他铐住，抢走了他的配枪，冲到典狱长的办公室中，将正在做游戏的典狱长和医生当做了人质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汽车了。几人拦截了平时送菜的汽车，用枪威胁他们驾车逃走，谁知刚起步就被守卫发现，情急之下，小美开枪将其击毙，枪声马上引起了监狱中大批守卫的注意。混乱中，几人拿着冲锋枪疯狂扫射，司机一脚油门开着汽车，直接撞破大门，冲出了这魔鬼监狱，一直逃到了天亮。小美和金发妹换上了兄弟俩的衣服，为感谢2人的帮助，把貌美如花的典狱长当作礼物送给他们。就在这时，监狱的部队包围了他们，对方的火力太强，小美在枪战中也身负重伤，另外1名狱友也中枪身亡，只有金发妹逃了出去。车里的典狱长露出邪恶的笑容，
重伤的小美直接把打火机扔向了汽车，巨大的爆炸让典狱长粉身碎骨，而男医生也把重伤的小美救了起来。金发妹拦住过路的汽车，成功离开了这里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这部电影于1971年上映，讲述了发生在菲律宾女子监狱中众人一起越狱的故事。与一般监狱片不同的是，男人成了屈服于本能的软弱奴隶，女人则显现出敢打敢拼的女子气概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观看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